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灯塔先生讲王一博命中注定女朋友王一博事业危机。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说道，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幸福，或许我们眼中的王一博是幸福的，万千宠爱，少年成名。王一博是一个自幼聪慧的少年，刻苦学艺，天赋异禀，进退维度掌握得很好，于万千宠爱中做到了沉稳内敛，于熙攘嘈杂中守住了纯良本心。年轻气盛之时，才华斐然之机，他初心不改，不骄不躁，不卑不亢，安安静静的演绎角色，创作歌曲，踏踏实实的继续前行。王一博的优秀，让我突然想起一首西域男孩的 You Rise Me Up。俗话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原意名鸳鸯被，男子无妻是家无主，妇人无夫是身无主。可见在传统的认知世界，对于婚姻的关注程度是非常之高。今天灯塔先生通过王一博的八字命局来为大家好好聊聊，王一博会与什么样的女子喜结良缘。关于王一博的命局分析，在这里不做赘述，以往的文章有详尽的命理解析，今天只谈命中妻子如何。喜欢王一博的朋友可以查阅以往文章。公历1997年8月5日21时23时，农历丁丑年见下水7月初3日，前早丁丑丁未己卯乙亥，时辰为推测，申酉空。大运丙午乙巳甲辰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王一博命局中偏财为亥水，坐在时支，为天河之水，也为弱水3000，其澎湃之浪如海啸之涛，波澜壮阔，蔚为壮观。道德经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见水是最懂以及最接近道的物质，也可以体现源源不断，福泽绵长，且亥水为财，也体现妻子皮肤白皙，明润灵秀。水本为无色无味之物，纯洁而剔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而泛滥之水，便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妻子也颇有不怒自威的内在气场。王一博出生于未土月份，虽为天干地燥，炎热异常，实则这样的节气也正是暴雨倾盆之时。命局水势若是不得制化，便是夏季之洪水，不由让人心有余悸。王一博命局中亥水妻财，也为命局妻子。命局之事皆在卯木，属于亥卯未三合，财来生杀，也是财来化杀。从命局而言，命中的女朋友可不简单，绝不是省油的主。用河南话讲，这姑娘可不是善茬儿。命局中亥水被合，转化为七杀，定然体现命中妻子的把控欲很强，属于家里说一不二的体现。但是王一博可绝对不是四川人口中的霸耳朵，因为七杀有志，木火通明。关于命局中妻子性格而言，属于大方得体，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命局中乙木为妻子才华，八字之力皆在乙木，可想而知，王夫人的才华以及想法思维，绝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女子，称之为女才子也不足为过。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刚刚是站在王一博的角度来看待的妻子，
那么从妻子的角度，客观而言，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命局中妻子食伤天干乙木透出，地支卯木合身，其妻子一定是社交名媛，八面玲珑。且卯木为乙木之根气，乙木在奇门遁甲中也为文化人，定然体现此女子富有诗书气自华。命局中妻子的气质，或者说胆识，又该如何呢？灯塔先生也是经过分析，发现命局中妻子亥水为丑土、未土、七杀所致，亥水变亥卯为三合木局，借力打力，反制丑土，属于总是绝处逢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此女子定然有富贵险中求的气质。众所周知，王一博确实属于非常得努力的代表，愿意去学习、去挑战。那么相伴的妻子是否也是如此呢？关于妻子的学历又是如何呢？或者说学识如何呢？命局中财星被合，属于转化成木气。八字中食伤丁火变为学历，丁火也为妻子之财富，丁火也为奇门三奇之一，也为佛前丁斩之火，定然体现学业精湛，属于高学历的体现。关于爱情，佛说前世千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人生在世，所遇的人说多也多，说少也少。身为艺人，星光璀璨，被人喜爱的概率会高很多。但是娱乐圈名利场，遇到真心所喜欢的人，其实也是少之又少。王一博命局而言，确实属于能娶一个比较有能力且比较个性的妻子，夫妻宫妻杀力大，定然也是体现妻子家里比较啰嗦，也属于对于一博的日常的督促以及管理比较严苛。这其实何尝不是爱之深切由衷体现呢？王一博妻子七杀坐夫妻宫，命局最喜丁火化泄，丁火为王一博的印星，表现为名气。其实妻子也是非常得关爱以及维护王一博的外在形象，在外面给足了面子，回家好好收拾。王一博个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是会觉得颇有压力，总是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命局中地支多合，也体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且完全能够让自己精神世界感受到富足。站在妻子的角度而言，命局中妻子最旺的就是食神，且转化为财，属于越督促越鞭策王一博，其事业便会发展越好，说教王一博便是自己最喜欢的事。这或许就是王一博我们不为认知的另一面，但是大家也大可不必担心。这也是爱情。是不是有些女粉丝觉得自己有成为王夫人气质？命局中财星为用，有生化之情，也会体现王一博妻子自以男人只有自己能欺负，别人欺负不行，绝对妥妥的护肤狂魔。夫妻姻缘天注定，各有机缘，各凭造化。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修的共枕眠。希望王一博能够早日遇见命中注定合适的那个他，只要两人心心相印，互助互爱，再多的生活小插曲都会被一一化解掉，往后余生的日子也会更幸福。愿一切安好。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最近王一博频频上新闻，却不是因为自己的新作品，而是因为自己因为某些原因，时常陷入争议中。比如说前一久因为和赵丽颖二搭遭到赵丽颖粉丝的联合抵制。近期也有知名媒体人爆料野蛮生长将开机，女主还是赵丽颖，而男主已经不是王一博，变成了欧豪。王一博和关晓彤同台，
参加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朗诵节目的彩排。当天也是赵丽颖粉丝和王一博粉丝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之后正式表演时，虽然朗诵节目依然存在，但是朗诵的人已经由王一博和关晓彤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除此之外，因为广电总局新下发的文件明确要求以后主持人要持证上岗，这就导致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位置变得非常尴尬。不知道王一博以后还能不能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或者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呢？不过最新一期天天向上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王一博还在，还是以前的位置。看来这次娱乐圈大整改，王一博不仅受到了波及，而且他事业上还遭受了不少打击。不过王一博这样有实力又有颜值的艺人，之后的事业只会越来越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